大家在完成了温湿度感测器的连线之后，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程式部分是怎么操作的。首先呢，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一起再重新开启 Arduino 的 IDE 界面。界面开启之后呢，那么我们呢会在这个一样的要去在范例里面，然后往下的滚动。那这个范例程式呢是在 Arduino GPIO 底下，大家会在 GPIO 底下呢看见 DHT Tester 的这个专案，然后点击它，开启起来。好，我们把它放大。在这个专案开启之后，我们来看啊，第一行、第二行是这个专案的注解。那重要的是，这个在第4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引入一个标头档 DHT.h 的标头档。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用到的 DHT 的函式库都写在这个标头档里面。所以呢，一旦大家想要使用 DHT 系列的这个温湿度感测器的话，就要记得引入这个标头档。那同样的，这个为了正确的能够使用 DHT 的这个温湿度感测器，我们就要定义好它的这个 data pin 的角位是接在哪里。那我们看到的是如同刚才所连接的，我们 define 的 data pin 呢是 D2 2号角位。那在连接完成之后，我们再来到了下面这三行的部分。这3行的部分呢，由于 DHT 的温湿度感测器它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型号，那所以我们要选定我们这个对应到的这个型号来使用。那由于我们这次使用的是 DHT11，所以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是它预设的其实是开启 DHT22这颗，但是由于我们是 DHT11，所以我们先把它 DHT22这个注解掉，并且开启 DHT11的这一颗温湿度感测器。好，那结束了之后，我们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注解，然后到24行的地方，那么也同样的要宣告这个 DHT 温湿度感测器的这个 sensor。那同样的要喂给它适当的这个资料角位 data DHT pin， 还有它的形态DHT type。好，这上面都定义过了。好，在26行到31行那个初始化的部分，同样的我们会把这个序列符的这个沟通频率9600设定好，然后同时先列印出来一个 DHT 的一个 test 这个文字讯号文字资讯。那在第30行的部分呢，那么我们就有一个 DHT.begin 的，那它就代表了我们要让 DHT 的这个温湿度感测器能够启动。在这个33行开始呢，就是回圈的这个部分。那在回圈的部分之后，我们看到第35行有一个 delay， 那个2000，代表是其实它是 delay 了2000个时间单元，然后呢，让它每2000个时间单元之后才做一次的这样子的感测的一个操作。那从37行开始呢，它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借由 DHT11的去读取资料的部分。所以大家看到第39行的部分，首先第39行呢 DHT.read humidity 代表的是我利用这颗 DHT11读的是湿度，然后把湿度资讯然后存到一个浮点数的一个变数 h 里面。那第41行呢，那读的是 DHT.read temperature， 那这个 temperature 这个是一个预设的一个函式，那代表是它要读的是摄氏的功能。那读完之后，我们同时把读出来的数值存到一个浮点数 t 里面。那在第43行的部分呢，那跟上面41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时候在读取参数的时候多喂了一个 true 进去，多喂了一个 true 给它。那这个多喂了一个 true 给它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看42行的注解有写，它是 is Fahrenheit 是 true 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求这个读取温度的这个函式呢，读取到的数值其实是华氏温度。那同时我们读取到数值之后呢，就把这个数值储存在浮点数 f 里面。好，那第45行到第49行的程式呢，其实只是在帮我们检查是不是在上面我们读的 h、t 跟 f 3个数值都有成功的读取到。如果没有读取到的话呢，就会显示在这个
序列显示器上面呢，就会列印出一些错误讯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DHT 的 sensor 可能有点问题，大家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看你的 DHT sensor 是不是有损坏，或者是有接角没有接对的状况。那第51行、52行到54行的地方呢，这边呢叫做 Compute Heat Index， 这个酷热指数。那同时它在51行、52行的地方呢的酷热指数是用华氏温度来计算，53行跟54行那么是用摄氏温度来计算。那大家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这个酷热指数呢，它首先吃的参数是 F 跟 H， 也就是它同时吃了华氏温度跟湿度，然后进去加以混合计算。那同样的摄氏温度的酷热指数呢，就是把T 刚才量到的摄氏温度 humidity， 然后这个湿度，还有一个 force， 就是它不是一个华氏的温度的这样子一个参数丢进去做计算。那酷热指数呢，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体感温度。那也就是它利用湿度跟这个量测到的环境温度来去计算了一个体感的温度。所以 HIF、HIC 就是我们以华氏标定的体感温度跟以摄氏标定的体感温度。接下来的56行开始的一系列，就是把我们刚才所抓到的湿度 H 列印出来，温度摄氏的 T 列印出来 ，F 华氏温度的列印出来，以及这个摄氏体感温度这个 HIC 列印出来，还有华氏体感温度 HIF 列印出来。好，以上就是这个DHT 11的这个程式解说的部分。那解说完毕之后，同样的，我们再来编译，执行编译的过程。好，编译完成之后，我们烧录程式到阿米巴板上。好，全部完成之后，大家在画面上就会看到一个 Upload Finish， 同时又跳出了 Embed 的这个目录夹的状况。那以上就完成了我们这个 DHT 11的程式解说部分。